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多方向激战不退的战略意图啊。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综述啊，我们在新闻题材上叫综述。综述是什么？就是收集一系列的材料啊，进行综合分析啊，就叫综述啊，基本上是一个叫加叙加议的一个这样的题材或者是模式啊。先讲新闻啊，我讲今天的新闻很多，非常多，基本上每一个新闻都可以拿来做一个题目。但是我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就把这个新闻全部拢在一起，当然也有筛选啊，我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个全景式的一个这样的画面啊。先说中美同时在2个领域开炮啊，就是激战啊，一个是在联合国啊，联合国有一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视频会议啊，那么中美2国代表在会议上互相批评啊，美国代表批评中国抗疫不透明，导致这个病毒蔓延全球，中国代表就耿爽出来了啊，美国批评中国等于在联合国内传播政治病毒啊，反正就互相攻击啊，这是一个场景啊。另外一个场景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啊，那么昨天是王毅参加这个视频会议啊，王毅就批评这个美国啊，这炫耀武力，在南海问题上炫耀武力，强化军事部署，说是美国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蓬佩奥就回应啊，说这个中国不尊重基本的民主价值，东盟特别是南海有关的国家要采取行动啊，不要让中共继续践踏国家和人民，美国会向他们伸出援手啊，就是2个不同的方向啊，这是一个中美之间啊在隔空开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印边界继续紧张啊，那么印度的经济时报说解放军在他们控制线的附近已经集结了5万士兵啊，那部署火箭炮、地对空导弹和150架战机啊，那么是这个区域最大规模的集结啊。那么评估印度方面评估呢，解放军不是当地军官在指挥，是直接由北京控制。然后中国军队一直在班公错南岸进行这个试探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印度方面也评估说，解放军目前的装备可以应付军事冲突啊，或者是武装冲突，但是不适合采取这个战术行动啊。所谓的战术行动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啊什么的啊，战术行动啊。军事冲突就是双方接触打没问题，但是要进行战术行动呢不适合，这是印度方面的这个评估啊。这是中印这边，中日这边啊。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就是河野洋平的儿子啊，河野洋平是日本原来的首相啊。他说呢，他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纪念这个美日同盟60周年的研讨会，他参加这个研讨会，他这么说，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现状，频频的向那个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海域、空域派遣舰船和飞机啊。他说从今年4月到6月3个月当中，日本自卫队紧急起飞战机应对的有177次，3个月有177，就一天平均1次多啊，每天都来，基本上每天都来应付这个中国战斗机和轰炸机进入这个区域啊，因为
中国的战斗机跟轰炸机一进入这个区域，日本自卫队就要起飞飞机来应对啊，就这一天大概有1、2次，每天有1、2次啊，是非常的频繁。河野太郎说啊，他说日本做好了准备保卫尖阁诸岛的每一厘米领土，而且他相信美国愿意保卫这些岛屿啊。那他这么讲，他说中国不仅有能力，也有意图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日本与中国军力存在差距，无法单独对付中国。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实力未来会超过美国，连美国也难以单独抵抗中国的威胁。河野太郎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4国这4个国家加强防卫合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啊！这是美国多次保证，美日军事同盟涵盖尖阁诸岛，这是中日这个领域啊，中日这个领域。然后看看其他国家怎么样的反应啊？其他国家，第一个，美国国务院证实已经撤销了上千名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就是访问学者的签证。但是呢，他说这个美国国务院强调不符合资格的研究生和学者只占少数啊。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沃尔夫这个新闻其实昨天就一直开始有在说啊。他说这个中国存在着这个严重的利用美国学术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所以他们美国在阻止中国的这些学者跟留学生的签证这个新闻讲了一直在播从昨天到现在那么美国认定中国政府试图从美国的研究机构窃取机密，最近1个月展开了一项40年来规模最大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针对全美国25个城市，涉及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中国军方有军方背景的这个中国学者展开调查，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调查行动这是一个就是关于签证那么后面有几个行动是跟人权有关系全球60多个国家，总共有300个人权组织，星期三9月9号联合发表一个公开信要求联合国紧急成立一个独立机制，处理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公开信说在国内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香港严重侵犯人权，在全球各地中国当局打击人权捍卫者，实施全球性监控，并推进没有人权损害环境的经济发展项目那么这300多个人权团体联名发的这个公开信，是最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联署行动那么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有130名英国的议员谴责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那么这130多个英国议员指责中国种族清洗然后他们给什么呢？他们给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最近惹上了麻烦，他的推特上面给他的推特账号给这个一个色情网站点赞，然后中国政府出来给他背书，说是有人搞鬼就是意思就是保护他，说这个点赞不是他干的，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啊，这个要看推特怎么说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160多个人权团体联名致信国际奥委会啊，要求这个国际奥委会取消2022年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主办权啊。那么160个团体，他们讲的很清晰啊，说这个公开信是指这个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在西藏建立了奥威尔式的监视网络，还在新疆建立这个集中营，拘禁了100多万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啊。这个公开信还列举了从香港到内蒙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最近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还有就是在内蒙古啊取消这个蒙语的教学语言，要用汉语啊，然后持续的用军事恫吓霸凌台湾啊，大批的中国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异议人士被威胁、拘禁、失踪和死亡。就是这封公开信，这公开信他这么说啊，他说，如果忽视中国控制地区不断恶化的人权危机，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会的名誉将受到损害啊，就要去取消北京这个冬奥会的主办权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啊，你可以看到，围绕着中国周边地区，中国在和所有的方向啊，在所有的战略方向都激战不退啊。我们之前在报道这个北戴河会议时候，有一个叫3硬3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做了一些战术性的调整，但是整体的战略方向是激战不退啊，激战不退。我们进行一个战略分析啊，我们今天进行一个基本的战略分析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整体的战略判断是这样的，大家要知道，一个国家它在采取一个整体的战略部署的时候，它首先要有一个战略判断啊。战略判断我分析中国的战略判断有3方面啊。第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然后整体形势对中国有利啊。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判断，就是说其他国家现在目前还处于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的状态，但是中国已经走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区别之下呢，总体对中国有利，所以为什么中国要开一个表彰会？这个表彰会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常态了啊，我们有战略上的优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欧美各国深陷疫情，恢复需要时间啊，实力受损，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其实讲的是西方国家，现在还陷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的实力受损啊，就算是要跟中国对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是第二个战略判断啊。第三个，欧美各国无法实现联合，就是战略联合啊，所以他们的对华政策协调困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战略，美国优先的战略实际上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盟友关系啊，联盟关系啊。那么这种政治联盟现在受到这个美国优先战略的冲击啊，所以大家各怀心事啊，
很难去协调，因为这个受到冲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互信，它影响的是互信关系。当这个互信关系受到损害的时候，其实要协调立场是有困难的。就是说，就是从总的来说啊，中国的战略判断，我刚才讲这3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整个的态势，它为什么属于一个激战不退的一个这样的态势啊？原因就是它有这3个基本的战略判断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采取的战略取态啊，就是它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取态？我总结的也大概是3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各个战略方向激战不退，尤其是中美关系啊。你可以看，在中美关系，我经常讲的一个话就是中美关系实力悬殊啊，但是斗而不破。中国觉得美国方面既然你斗而不破，那我就继续跟你斗到底。所以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你可以看，虽然前一阵子中国方面这个表现出来好像说好话说软话，但是其实你看，就算同一篇文章，它里面有好话有软话，但是也有硬话，也有态度，也有立场啊。所以呢，它其实是在各个战略方向它都没有退啊。你看，第一个中美关系它没有退，它只是原来的那种进攻态势受到遏制，受到美国的遏制，但是它没有退，它的战线没有往后撤啊。你看中美关系、中印关系虽然没有到双方进行出现热战的这个态势，但是你可以看中国在中印关系，它只是不想激化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冲突的级别，但是它并没有退，它还在往那边增兵啊，这个态度是很明显的啊。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日关系啊，香港、台湾这几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中日关系也没有退啊。你看，持续的还是保持压力。香港问题它也没有退，台湾问题它也没有退。你看，马上就要开一个这个海峡论坛，它还是要国民党来。其实国民党这次登陆去大陆其实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系列的法律，就民进党推动了一系列法律之后，国民党登陆这个去大陆是有一些困难的啊。但是你看大陆方面坚决要国民党去，这海峡论坛你必须来，国民党没有办法，只能去。所以你可以看，在台湾问题、在香港问题、在中印问题、中日问题中美关系整条战线上，各个战略方向上激战不退，这是第一个啊，守住底线啊。第二个，积极可以团结的力量，你可以看抓什么？抓欧盟，抓东盟啊！你可以看他抓欧盟、抓东盟、抓非洲放到后面，非洲影响不大，但是他主要争取的方向就是2个，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东盟啊。第3个总体坚守总的方向，但是弹性策略，他并没有说保持统一的策略，不是，他还是有弹性，有攻有守啊。比如说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的态度，其实中国的策略是这样，坚决斗争啊，但是同时也放软身段，该说好话说好话，该说软话说软话，但是也坚决揭露。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包括王毅，包括这个叫什么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他们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实呢有说好话，有好言相劝，但是有坚决的立场
立场不变啊，立场不变，但是也说好话啊，好言相劝啊，该揭露揭露，该说好话说好话啊，这是一个。还在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策略，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一国一策，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啊。那么有打有拉啊。你看，比如说日本，日本是什么？在中美交恶之后，你可以发现中日关系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改善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方面开始示好啊，开始示好。日本那边呢求之不得，因为毕竟双方是邻居啊，所以那总体上来说是在拉啊。对日本呢，中国的整体是拉啊，稳住为主，就是防止日本一面倒向美国，就稳住为主，但是也适当的保持压力。所以你看河野太郎的话就很清楚，他在钓鱼岛方向他还是持续的施加压力，但是在政治上呢，他还是要拉他。本来就是要习近平访日，其实就是整体上拉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对于欧盟，欧盟现在是中国的主要的对外工作的方向。你看这个王毅也好，杨洁篪也好，往哪儿跑都要去一趟欧洲。欧洲是现在中国制衡美国的主要的战略动作的方向啊。那么对于欧盟来说呢，从总的来说就是用投资协议拉住欧盟啊，用投资协议拉住欧盟，稳住欧盟。那么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于各个国家进行分化处理啊，强硬的就打击。就比如说像你可以看捷克啊，捷克就是强硬的，你过线了我就打击啊，威胁利诱。那么比如说穷的财政状况不好的就威胁利诱啊，用利诱啊，像意大利啊、希腊这种财政状况很差很烂，要钱啊，很急需钱的，我们就好办了，就用投资啊，用援助啊来引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欧盟分化，最后影响整体欧盟的，就是分化各个国家，影响整体欧盟的这个立场，软化欧盟的立场。大体上方向就是这个啊，这是就是第二，中国采取的战略取态啊。第三，那么中国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中国这么做的战略意图也有3个啊。第一个，利用现有的这个战略形势啊，取得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更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在所有的这些动作当中，他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获得更重要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更重要，他并不在乎在局部上的受到的一些损失啊，不在乎，他根本不在乎。他要的是什么？我得爬到这个位置上去，目的是什么？跟美国抗衡。中国最终的目的是要跟美国抗衡，这就是最重要的战略目的。第二，以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基础，进一步向外扩张，以攻为守。就以攻为守，你可以看它其实很多方面显示中国是不利的，就是战略上是不利的，但是它根本就没有管，还是持续的激战不退，就是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以攻为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稳住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既然美国斗而不破，那好，我就稳住它。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的模式是什么？就是吵归吵，但是不翻脸，不撕破脸。美国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想法，美国基本上不想跟中国撕破脸，但是呢，他继续斗，双方都是这样的想法，那就稳住美国。
其实中国的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2个方向，一个战略方向就是中美关系，还有一个战略方向就是中俄关系。它稳住这2个战略方向，中俄关系其实对中国很重要。大家不要以为俄罗斯对中国不重要，其实俄罗斯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是它的后方。如果俄罗斯在后面给它捅一刀，中国受不了，就是腹背受敌。你想一下，这边太平洋来，美国从太平洋这边过来，俄罗斯在它的北方，你说什么情况？所以中国的整体的战略方向，稳住主要的战略方向，一个是中美关系，一个是中俄关系，所以他愿意给俄罗斯好处，他哪怕牺牲大一点也觉得没问题，因为他跟他的整体战略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方向，稳住主要的战略方向，然后局部实现突破。局部的实现突破是什么？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现在虽然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并没有停，它并没有停，它还在做。大体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分析它的战略，第一，它的战略判断；第二，它的战略取态；第三，它的战略意图，大体如此啊。那么第四，讲讲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他干不干得成啊？为什么要这么干？其实这个原因并不复杂啊，就是天天讲，一直你看看中国报纸、中国的媒体啊，天天都在讲2点。第一，中国梦啊，中国梦；第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大家讲，虽然他没有讲啊，就是中国梦啊，这是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中共的初心是什么？你看一下共产党宣言你就知道，那就是初心。共产党宣言就是中共的初心，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和美国对抗。中共的使命就是跟美国对抗，消灭资本主义啊！这就是他的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战略动作的原因，就是牢记使命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就要从习近平经常讲的一句话啊，什么经常讲的哪句话？就是2个意识啊，一个意识。斗争意识，第二个意识，底线意识。斗争意识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说中共其实也不是中共，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在斗争，天斗地斗，跟敌人斗，跟自己斗，自己内部斗，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就是斗争。啊，而且斗争这个意识呢，不仅在他的思维当中，而在他的习惯啊，他根本就是习惯，就是惯性。就是习近平红卫兵出身，红卫兵的是什么？就是斗嘛。而且他不仅仅有斗争意识，他还炫耀斗争，他炫耀这种斗争意识。他不仅觉得我要跟你斗。他还觉得我很善于斗，这的确是啊，中共就非常善于斗。我要善于斗，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研究你，什么天天。中国有句老话，就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就天天惦记跟你斗，就是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炫耀我很善于斗，这就是一个斗争意识啊，斗争意识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底线意识，所以你可以看他在各个战略方向激战不退。虽然我们经常分析啊，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他都不退，没有退，不让退。这里面有一个底线意识。什么叫底线意识？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的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中共最核心的利益，政权。我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往回一退，我的战线就崩溃了。
战线崩溃的后果是什么？我就失去政权了，这就是底线意识。所以他不肯退，不肯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种底线意识。所以一个梦想啊，两个意识，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逻辑。其实中共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围绕着我的核心利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牺牲掉。你可以看我们经常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分析，我们做战略分析也好，做新闻分析也好，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或者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是你看，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很多战略判断和战略分析，最后做的战略选择，就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我必须盘算清楚，我这么做有多少好处，有多少损害，我衡量好处跟损害，如果好处大，损害小，我就干；好处不大，损害更大，我就不干。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些长远的战略利益，但是这个长远战略短期之内我会有一些损害，我可以忍受。但是损害大我也不忍受的了，就是你有一些长远利益，太长远，而且我眼前的损害太大，我都不干。所以基本上国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行事。但是中国的逻辑是另外一个，中国的逻辑就有一句话叫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的目的是什么？实现我的战略目标。我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意思？我的战略目标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是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中国就像一个棋局，就像围棋，别说象棋，象棋子儿太少，你围棋吧，啊，300多个棋子儿，黑的白的全是我的。我想布一个这样的局，我可能会损失10个棋子、20个棋子，反正我还有300多个棋子，没关系。损失就损失掉。所以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你经常会分析他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应该这么走。为什么？因为这么走损失很大，这么走损失也很大。结果他就这么走。为什么？可能这么走离他的战略目标更近，所以他直接就这么走。但是这个损失非常的惨重，他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我还有300多个棋子儿，大概就是这种心态，这个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我们经常分析中共的行为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调整过来。调整过来是什么？就是中共现在你可以看，他有的时候行为非常的精明，他做很多事情做得非常，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外商，他对付外商，他对付的那真的是非常的精明。把外商玩于掌骨之间，当然在他的地盘，他拥有所有的资源。当外商跑到他的地头去挣钱，那是不容易啊。那他的确他容易，他拥有玩弄他们的所有的条件，但是他的确是很有策略啊，很有策略。你比如说现在，他把华尔街那帮人啊，开放市场，他现在最新的动作是什么？让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投资银行在中国开基金公司全资，现在第一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家开始，那其他人都在排队啊。这一招很厉害，厉害在哪里？就是说，对于这些基金公司来说，金融公司来说啊，投资公司来说，中国的市场有这么大。就中国基金公司其实挣钱不多啊，就是说中国的基金公司的水平很低啊。那么这些大的就是美国的华尔街那些基金公司，那就是如狼似虎，要到中国市场，你真的把它放开了，那血流成河啊。但是所以吸引力很大啊，所以他放一点缝进来，他也不是让你全来，一家一家批啊，看你表现怎么样啊，然后约束你。就像外资银行一样，约束你在一些关键点上约束你，也让你进来，也让你挣点钱。
但是也不让你挣太多，因为你挣太多，国内的这些国有企业那就损失就大了。所以大体上他玩这些东西玩得非常的精明。但是有些战略方向的东西，你看到他很蠢，他使劲。你比如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闹翻了，基本上中国对外关系都会翻掉。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强，而且美国的影响力无出其右。你当跟美国闹翻之后，美国天天骂这是个坏人，他骗我，他偷我东西，他干坏事，天天在那儿骂。你想一下，中美要吵架，其他国家信美国的还是信中国的？肯定是信美国的，这没有疑问啊。从价值观，从国家的这个信用等等，没有疑问。你跟美国闹翻了，全世界，我刚才讲为什么念那么多人权的这个议题，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发酵，西方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他完全没有力量，不是的。他西方国家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他认知有困难，中国不透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有难度啊，这是第一个认知的问题。第二个，统一立场的问题，他们有问题啊。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他认清楚你之后，他会采取的行动。你比如说像德国，现在德国的立场开始转变啊，其实整个西方的立场都在转变。首先转变的是谁？是美国。你跟美国闹翻有好处吗？其实整个西方国家都在转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些大的方向，你看中国的行为不可理喻，这种不可理喻，但是你从中国的角度看，他的很多行为不可避免，就是西方国家的角度看过去不可理喻，从中国的角度看过去不可避免。问题是什么？中间的差距是什么？中间差距就一样，就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你追上去就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你觉得那个战略目标是不可理喻，那就对了。所以我们我们用这个节目啊，来向各位网友啊展示我们对当前中国的战略的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啊，其实是对中国进行一个战略分析。那么我们的这个战略分析呢，是基于我们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个各种行为的分析判断啊，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啊，也不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只是一个纲要性的分析，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啊，有些网友的这个会员到期，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那个支付的那个模式啊，有的时候它会失效啊，所以请大家尽量检查一下。我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啊，能够支持我们加入会员啊，感谢大家，好吧？那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啊，请大家不要聊天，尽量的简洁，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的高论啊，今天这个题目，我相信有很多网友有很多想说的话，好吗？好，明谢一下。郭潘塞，谢谢。A0 L， 谢谢，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请王老师吃蛋糕。Happy birthday 啊，A0 啊，读 A0 嘛啊，生日快乐啊。Sophie 蒙，谢谢。John Snow， 谢谢。Trans Island Republic， 谢谢。关注数月，本月加入会员。昨天首次发言，非常欣赏王老师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感谢你，感谢你李唐，谢谢王老师，早上好，感谢你每天报道中美关系的情况，辛苦了，请你喝一杯星巴克咖啡，谢谢。好，观点。
天下、世界、国家三个名词在近代以来混同使用，反映了中国惧怕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将天下演化为世界，进而缩小为国家，乃是源自这样一个集体的焦虑，在巨变的天下中寻求国家身份认同。当天下观与现实世界不能吻合的时候，出于对事物的确定性追求和安全的需要，中国渴望世界有一种合理的秩序。对世界秩序的想象通常发生在具有强大文明自信和力量自信的政治共同体身上。当然，这个政府可能不会意识到这种盲目自信带来的后果。我们需要再消化一下啊。观点：对于新的世界秩序，除了力量崛起之外，世界更关注于中国在价值观层面和制度层面能否接纳公认的价值观、价值标准和提供合理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基于传统文化，将其理解为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也落到现实中，就是将既有的制度和意识对外输出，而拒绝外部的输入。这种态度决定了战狼外交和一切摩擦的必然。我觉得非常有见地的一个看法啊，大家揣摩一下。我们会发到这个评论区去，大家可以经常去翻一翻，里面有很多不错的评论啊。观点说中共坚守不退，实在是高看中共了。中共的策略其实是明末清末，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敌人来硬的就回避，敌人休息了就吹法罗。如此一来，每个官员都能向上级证明自己控制的局势，不必承担失败的责任。OK， 观点：任何一个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团体，要保持凝聚力，要么是内部拥有共同的理念信念，要么是外部有巨大的压力，使内部不至于分裂。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共产党原来的理想信念早就不能成为内部成员的共同理想，所以要凝聚这个团体需要一个外部压力。OK， 很好，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啊。观点感觉中国这道墙建的后果已经是思想内循环了，墙内墙外是两个世界。我在 YouTube 和 Twitter 上听的都是中国经济不行了，结果和墙内四大的朋友聊天，都说经济反弹的很好，还说中国是创业热土，各种新经济公司出来，但是北京互联网圈朋友失业很多。我的常识判断是国内经济谷底爬，和王老师差不多。但是一票四大的朋友说经济反弹很好，这可是四大10年前大学毕业的首选，所以弄得我不知道中国经济怎么样了。四大呢，他们有他们的感受啊，因为如果能够跑到四大面前的客户，都是顶级的公司，所以他们接触的都是这些顶级的公司。中国顶级的公司现在怎么样？中国顶级的公司现在还行啊，因为大家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么有大量的竞争力没那么强的公司存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那么顶级的公司它也有困难，但是困难是稍微小的啊。真正的困难是中下的，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所以
他们也有一些我们叫这个幸存者的这个偏差啊，有幸存者的偏差在这里头啊。观点，王老师提到中印关系，我想到最近澳大利亚、日本、台湾、俄罗斯都陆续开始对印度有军事上的支援，包括卖武器，连以色列都开始帮印度搞火箭技术支持。中共国陷入包围圈，中共老拿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来说事，威胁这个威胁那个，却不知道印度的人口快超过中国了。等印度经济上升并腾飞之后，澳大利亚可能卖红酒给印度，三星和华硕可以卖低端手机给印度取代小米等等。总之，不要小看印度市场，几年后可以完全取代中国。印度市场取代中国的时间会比你想的时间长啊？为什么？因为经济腾飞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啊，它才会起来啊。中国也是有20年的积累的时间，印度在内部的整合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啊。印度主要是内耗太大啊。当然，它的上升也是不可阻挡，所以印度会是未来制衡中国的一个力量，但是没那么快，需要时间啊。你说的这几个方面都是发生的，所以其实中国现在的对外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刚才只讲中国，是只讲中国，没有讲其他国家啊，没讲其他国家。如果要讲的话，那就这个题目我们要讲3-4个小时，所以我们讲不了。我只是选了一个点，就是从中国看进去啊，从这个战略的角度看进去啊，我们只看战略性的事物啊。情况，昨天和纪委的朋友吃饭，席间感慨说，我们这样的人越多，这个国家越糟糕。到处伸手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敢认事，认事就是做事啊，承担责任啊。经济怎么可能搞得好？还说中国的法律完全是党的工具，想如何用就如何用，想设计新工具就设计新工具，非常正确，就是这样。纪委人越多，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家越差啊。观点，中共在占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妥协和让步的，除非对政权有威胁，其他所有的动作绝对是一撸到底，不会回头。这就是中共一贯的斗争哲学。观点，我感觉美国的策略现在都是小策略，像蚂蚁搬家，持续不断。大陆这边觉得都是小问题，等到基础被蚂蚁掏空之后就晚了。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过几年你就会发现大陆会落后很多，现在还没显示出来，刚开始需要过程，跟健身一样，需要积累，肌肉才会显示出来。非常对，这点其实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在讲在科技领域啊，科技领域其实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石。所有的经济的在竞争上的所有的经济体，你在竞争上的竞争力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科技，因为科技决定你的产品，决定你的产品的品质，决定产品竞争力，决定产品的这个价格。所以科技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过去20年经济成长得很快，其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技术转移，西方国家从日本到这个4小龙啊，就蚂蚁搬家，这个网友说的很对，蚂蚁搬家就把这个技术搬到中国去，当然不是高技术，都是中等技术啊，这种技术成本很低啊，搬到中国去，中国简单的消化这种技术，然后做出一个价廉物美的产品。大家记住，每做一种产品你都要有技术，后面都是技术支持，那么中国就竞争力一下子就上去了。当中国经济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中等产业链当中的这个中等技术的这种产品，中技术产品，你可以
你可以很快跑到这里来。但你再往上，你就遇到问题了。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那个玻璃天花板。那这块技术你可以研发吗？可以，但需要时间，需要基础，需要时间，需要基础，需要投入，需要什么？需要积累，需要积累很长时间。你比如说，就像芯片，芯片积累多长时间？那么几十年下来，你没有，这都没有。你现在开始慢慢往上追，那你就花时间，你就在这待着，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其实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技术上他遇到了一个瓶颈，遇到了一个，所以他碰到了天花板。那么中国的办法是什么？中国的办法就是千人计划，我用千人计划去突破。这个千人计划，其实千人计划其实是个非常坏的东西。不是说对美国坏，是其实当美国发现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之后，他就深深的感觉到了危险。因为你慢慢爬，美国根本不在乎，你自己慢慢爬你就爬呗，我爬得比你更快，因为他的基础更好，他爬得更快，他根本不担心。结果没想到你开始偷我的东西了，那就是危险。那这个当然千人计划其实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家知道科技是有个生态的，就是你有一个科技在这里，你周围有几十种相关的科技支撑你这个科技才能往上走。你说我直接插个花在那儿，那个花活不了。你可以看到某一些行业你会发展起来，但是你没有可持续性。就你当一切断的时候，你就再做几年你就没得做了。你别人的科技一发展往前一跑，你就落后了。所以在这个领域其实是很关键的关键。所以美国呢现在的做法呢，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很对，蚂蚁搬家，就一出一出，一出来一出，一出来一出，时间一长，你这个发现在科技领域各个联系开始就断掉。当你一断掉，过几年一回头一看，就落后很多。落后很多最终会反映在哪里？会反映在经济上啊，就是这样啊。提问：今天人民日报说王金平要来大陆求和，编造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在台湾还打击亲共的国民党，害国民党在台湾支持率更低。请问王老师，中共编这种谎言有什么特别的战略意图？第一，我没看见这个说这个王金平来大陆求和这篇，我今天看了人民网，我没看到这篇文章啊。如果这样讲很蠢吧？你这不把国民党给卖了吗？我不知道他的有什么战略意图，我觉得没什么战略意图，除了蠢没有别的。你想一下，你能这么说吗？你要国民党来，国民党这个克服各种困难，跑到你这来开会，开两岸论坛、海峡论坛，你还说他来求和，你这一说把国民党卖了，你在国内也没啥，国民党本来就国民党早就投降了，还求什么和呢？所以这个话你多此一举啊，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战略意图，这除了愚蠢没别的啊。情况最近和家人聊天，国内不仅肉价涨，青菜也是猛涨，生活越来越难。我今天看通货膨胀就2%几啊，我觉得有点意外啊，因为理论上这个月的数据应该比上个月高才对。那么这个月的数据应该是，如果是2点几我忘记了啊，没看，我今天在准备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比上个月要高，为什么？因为最近的货币供应量比较大啊，特别是上个月跟上上个月大水漫灌啊，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月物价会有所反应，但是它的物价是往下走。我没想，我今天没准备，所以让我想一下，我回头再说好吗？观点：在中共的仇恨教育下，很多中国人脑中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复兴异化成了一个复仇计划，
这个也是其他国家警惕的，非常对，非常正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几个字，其实背后翻过来读中华民族伟大复仇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可以想象到一件这样的事。为什么？中共一直在宣传近代史的耻辱，中共一直在宣传这个。中共宣传近代史的耻辱，其实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根本的目的就是给中国人民洗脑，让他仇外。只要你仇外，仇视外国，一切外国，高的就仇视，低的就鄙视基本上就是这样就像什么缅甸越南鄙视鄙视链对美国欧洲其仇恨。就是他培养的是一个这样的文化，洗脑的方向是这个。为什么？我当然让我的人民仇视外面，我好管如果你不仇视外面，你老是勾结外面，我不好管这就是统治者，这就是育民术观点：中共与全世界的斗争，并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专制与民主的斗争。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说到底是不肯让渡自己的权利，哪怕一丝一毫。共产主义就是专制资本主义也不一定民主但是肯定不是专制专制也有资本主义，也有专制也有专制。怎么说呢？我们要重新界定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我们现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局势，或者是地缘政治的主体。比如说你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个怎么样的政权，它主体是什么？然后日本韩国朝鲜，我们说地缘政治的主体，我们现在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概念去涵盖地缘政治的所有的国家，或者是某一部分的国家，这是有困难有困难。因为地缘政治你可以看现在越来越复杂，其实是越来越复杂。冷战之后的地缘政治的局面是非常的复杂，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以前就很简单，西方阵营、苏联阵营那么现在不能，地缘政治就变得更复杂了提问：请问王先生认为中共现在的策略能达到他们战略目标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战略目标，它的有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实现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资源是不是充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西方国家他们的就是他们与中共对抗的这进程怎么样？其实是有两样东西去衡量第一个呢，就是中共所掌握的资源，他为什么要搞共产？为什么要国有经济，强化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强化国营企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有中国梦。我有中国梦，我怎么办？我要实现我的中国梦。那我实现我的中国梦，那我要把更多的资源拿到手里。其实讲到底就是钱，我要更多的钱去实现我的中国梦。那这些钱怎么办？那我就要发展国有经济。你私营经济，你的钱我还拿不走。那国营企业也好，我一声令下，国营企业就把钱拨给我了；一声令下，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就把钱给我了。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动机，就是这个动机。所以我们看他能不能实现他的这个战略意图。首先，他战略意愿没问题，他已经有了，他战略意图是有了。他能不能实现，就是第一要看什么，他到底掌握多少资源，其实取决于什么？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恢复的好，会反弹的快，那么他掌握的资源多，其他国家还在谷底爬，他已经起来了，那他有优势反之，中国经济也在谷底爬，
其他国家已经起来了，他掌握资源就没那么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美国、欧盟、日本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有没有下决心跟中共对抗？这两件事情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中共是不是能够达到他的战略目标。我们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好吗？提问，请问中共遭受怎么样的损失才会后退？不知道，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他怎么样去界定这样的损失对他的战略目标的影响。如果比如说我做一个战略动作，这个战略动作做完之后，我是没办法再去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或者损害我的战略目标，那我这个损失我就退了。那如果不会影响我的战略目标，我只是比如说我只是断了一个手指头啊，那就断了呗，反正我还有4根手指头，还有10根手指头，他就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什么？天下是我的，这就是什么？这是帝王心态，我富有天下，少了一个省，少了一个西藏，就少了个西藏，我还有这么多个省呢，还有30多个省呢，少了一个这个，少了一个那个没关系，但是关键是我要实现我的中国梦。当我中国梦实现了以后，世界都是我的。这个心态，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分析他很多战略动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情况天天和我闺蜜看王老师节目，交流的时候得对暗号。看熊猫台了吗？熊猫台主播王老师是这么说的：真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和朋友们堂堂正正的交流王老师的节目。今日中国之一切，必上史书，必是笑话，必然遗臭万年。OK， 好吧。情况 HK 的4大状况不太好HK 的4大状况不太好。4大大家知道4大是哪4大？朋友在其中，除了看到外企撤离以外，一些类港资其实就是国企，也默默的积极离开。以前加班费可以缴一部分房贷，现在几乎没了，而且严厉警告不准说任何政治的事情。朋友说怀念2年前的 HK， 朋友正在打算卖房移民。OK， 观点：目前中国的态势实际上非常凶险，四面都具有威胁，尤其是俄罗斯。历史上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占邻国土地。如果现在印度不退让，并且利用当下的形势往前推进，中国面临非战不可的境地。一旦中印开战，俄罗斯很有可能打进来。这次美国是不会帮中国了，满清后期的情况又会在中国出现。按照古老的智慧，远交近攻对中国最有利。中国因为价值观的问题，置中国百姓的利益于不顾，与美国为敌，可叹。俄罗斯打到中国来，他为什么打到中国来呢？他有什么理由呢？那师出要有名啊。中印要是开战，俄罗斯没有理由去打到中国来，是不是？你说呢？我觉得，第一，中印非战不可这个结论不一定成立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中印之间，印度其实并不想打仗，任何一个民选的政府不会轻易开战啊，而且对印度来说，它现在是占据有利地位。越是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越不想开战。开战通常是我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我通过强大的攻势改变现在的态势。所以通常打第一枪的人并不是处于有利的位置，是处于不利的位置，他才会去开枪。所以从现在的态势来说，印度可以往前推，但他并不愿意发生军事冲突啊。另外，就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现在朝印度的这个战略方向，并不是它的主攻方向，所以他只要坚守，其实他的战略目的就实现了啊，就已经达到了他的战略任务。所以我觉得中印之间，非战不可的这个结论有点不成立啊，我觉得不一定成立啊。他只是说他软硬这个过程怎么拿捏的问题啊。观点：前几年周围听太多搞高科技，特别是芯片设备技术的美籍华人纷纷回国挣钱。川普政府重拳打击科技间谍，确实是釜底抽薪，这时候很厉害。观点：荒诞腐败的团体，他们根本就没有共产主义信念，不过是一帮为了利益站着不走，并把坚守他们的位置，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己任。他们中顶头那帮人就是这种想法，下面连带的这些喝汤呢，也一直滋养在这个位置所获得的利益里，正是利益把他们集结在一起，非常正确。情况：今天单位同事聊起中印冲突，同事脱口而出：“咱们用关公大刀又俘虏了300印度军人，感觉身边好多人看似正常，医疗政治就失了智。”观点：国内的愚民政策效果甚好，令人窒息，大到政府，小到屁民都是狂妄之大，反制的鬼消息都很有市场，是这样啊。最后情况加感想：前几天才得知外婆以前的运动都亲身经历过以前的运动就是政治运动，并且那个时候当过干部，所以知道其中各种荒谬，以及早年外公的爸爸因为没饭吃跑到泰国打工生活，然后每年寄点钱回来家里，结果文革外公就被扣里通外国的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差点自杀，所以讨厌 CCP。 反观父母辈，一个90一个90的老人却比他们脑子更加清楚，不知道是可悲还是欣慰。以前从来没听他说过，毕竟这一代人经历过这些磨难的老人也所剩不多了一旦人没了，后人就很难再了解。是这样的，经历过文革的人慢慢的老去有些人慢慢的离开，那么慢慢的就文革这个中共在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就慢慢的就是淡了但是这个罪恶，中国要是不清算文革，中国就没办法离开文革，文革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好，明谢三门高，谢谢。昨天王老师的2播很精彩，谢谢。Heartland， 谢谢。JDP， 谢谢。中共的斗争意识的确是他的基因，或者说是其权力结构确定的。当年老毛的一句话：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斗已经是中共内部自认高尚的文化。OK。Fendi 陈，谢谢，给王老师点赞，用词点赞，谢谢。TT， 谢谢，谢谢王老师的点题。所谓伟大复兴就是复仇，仇恨教育始终贯穿于共和国，真善美在共和国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